一将胜勇追穷寇，南跨海峡收台湾，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昨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台湾的名嘴郭正亮被一头杂血品种的这个石板民夫威胁要起诉。中国大陆的网友今天呢就突然发现，这个郭正亮怎么就向石板民夫认怂道歉了呢？其实呢，这里边呢是有一点点这种认知上的隐情应该讲的话呢，一会儿我再给大伙说不过呢，郭正亮做了一个让中国大陆的网友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就是他竟然在撇清说是我对日本没有啥偏见，类似于向日本表忠心，这样把中国网友就给失望给搞得极其失望了好吧。这个石板民夫现在是很嚣张他说他在脸书上写过一段文字，许多台湾人对明朝16位皇帝、清朝12位皇帝如数家珍，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曾统治台湾50年的19位日本总督的姓名，这反映出台湾历史教育的一大缺憾，引来了很多的批评前民进党的大佬沈富雄也公开指责，甚至有人怀疑这段文字就是被揍的原因他还解释了说，这些引用的时候呢，断章取义，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没有想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和军国主义是因为看了《台湾兵烈火青春》的这部纪录片。二战期间，无数台湾青年被送往南洋战场，很多人客死他乡家庭因此破碎，但是这段历史被忽略、被淡化，甚至被刻意掩埋日本统治台湾50年，先后有19位总督，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身军旅，他们在台湾推行过高压统治，也透过宣传动员，甚至在有欺骗性的方式将许多台湾青年送上战场。这些事情当然应该批评，绝对不能被合理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推动了铁路、港口、教育、公共卫生等近代的建设历史本来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更不能只留下自己喜欢的部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国民党政府战后刻意把这段历史封存。这个石板民夫有人说他是什么意思呀？他也引起了众怒了。他现在呢是想出来灭火别让这个台湾人就是用这个事儿一个人给他一拳，那不就得把这一头杂血品种给那个捣成馅儿了吗？他也害怕他也出来说，哎呀，我不是那个啥那个我不是那意思这个事情要分两面看是吧？害怕，心里面是害怕。可是呢，这个郭正亮亮哥为什么害怕了呢？所以我向你道歉，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传，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那中日的冲突就会把台湾给卷入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认为这样对台湾是不利的，对台湾是不利的。中日他们要去斗坦白讲，我们台湾那么小，我认为最好的状况就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不要被卷入可是石板先生你目前在做的，结合了人脉，尤其是赖清德、苏家全等人对你的信任，很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台湾被卷入日本右翼所故意去制造的这一场中日的冲突所以我为什么会注意石板民夫先生的种种其实我收集了蛮多资料了，我就是希望其实我对日本是没有偏见的，我大学时代就会日文，我就学会了日文，我父亲也是懂日文的因为他就是日本统治时代出生的嘛。我从小也在家里
陪我的父亲看日本的连续剧，看日本的摔跤，唱日本的演歌啊。坦白讲，我还蛮喜欢日本的，我也去过很多次啊。我也认为日本有很多是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啊。可是万万不要让台湾卷入中国跟日本的冲突，台湾没有必要被卷入了，所以我就关心相关的现象。那石坂民夫先生啊，显然就是这其中最重要的桥梁、重要的角色了啊，大概是这样了，所以我才会做这个题目了，说，因为他在台中被打嘛，那我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做介绍嘛，所以我题目叫石坂民夫的真相啊。那石坂民夫先生就这样质疑我，那我也就我所掌握的状况跟您做报告啊。那其中第5点，有关募款的部分，我郑重向你道歉，因为我真的以为你是财团法人啊，成立基金就是5000万，那你必须要募集啊，因为我做过基金会，我知道啊，那这点是我的误会了，所以我向你道歉。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传了啊，它就是一个印太智库研究有限公司啊，那他本人是董事长 ，OK 啊，那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嘛啊。那至于其他的议题啊，我都是有所本的，不然就是有经过一定的专家朋友的告知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就说这也算是我们的沟通对话啊。那我也很诚恳啊，把我的所根据所本的资料来跟你做一个报告啊。那希望啊，这个我们也不要对簿公堂啊，这没有必要了，因为我的资料就是这样，我到法庭上也是这样说啊，所以呢，我就提前来向石坂先生做一个报告，那也跟诸多网友报告。那我这个影片录完之后啊，我们今天会上架，那我也会广泛寄给我的相关的朋友，希望能够有所澄清啊。郭正亮回应石坂民夫先生的主要的一个说明就到此结束。其实亮哥呢，主要是说的一个问题向他道歉，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石坂民夫是在中国长大的啦，在被中国政府抚养的啦，是吧？石坂民夫这个有这个中国护照啦，这些问题那一头杂血品种他是回避不了的，对吧？你没有护照，你怎么去的日本探亲呢？对吧？就是主要是亮哥有一处地方不太严谨。因为在台湾成立基金会呢，必须得有5000万的这种启动资金，而石坂民夫搞的呢，只不过是一个公司，它不是一个基金所以那一头杂血品种说自己没有5000万这一点上，亮哥向他道歉了。不过这个亮哥没有必要向日本表忠心吧？这个好像是损自己的名声这样说的话确实这个亮哥说话一般是比较小心的他在这方面他不如邱毅不如邱毅先生刚强，是吧？邱毅先生是逮谁跟谁来，你上法庭就上法庭，我还反诉你呢亮哥是比较柔软的，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呢？我们要理解嘛，郭正亮在台湾的那个台独的大环境下他也肯定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嘛。你看看这个民进党和这帮台独都疯了，石坂民夫被揍民进党说要修法要严惩，这不是人家那学上印度了吗？人家打都打完了，你再修法你怎么着还修法把那个过去60-70年都得管上是吗？台湾印度化。我们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
严厉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3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再适时向外界说明。现在台湾的民进党和台独的这种猖狂，我看只有武统的时候解放军才能治得了他们了，别等了吧。这个郭正亮啊，这样一来呢可以这真的是败人品啊！头条上的这些大陆网友的评论，台湾所谓的名嘴都绝大部分都是蹭大陆发展的流量，内心都是台独，丑恶的嘴脸令人作呕以前郭正亮绿转蓝我尊重，郭正亮向日本投降我看不起，馆长陈之汉是旗帜鲜明的支持祖国统一的所以大陆的各路专家们对郭正亮之流保持足够的戒心吧是吧说亮哥让我失望了。所以说台湾这些名嘴说的话不管是谁听听就好，不必当真吧。今天以后人气一路黑以后再也不看他的视频了，太令人失望了。立场问题，内心就是投降派我觉得亮哥你因为自己调查不清楚，就那一条是公司不是基金向他道歉没大问题，但是就不该画蛇添足的加上对日本表忠心的那些话了，败人品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